Hello，这里是教练 Zero。那么这也是首次尝试做一个稍微短一点的公开课，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在 CCD 里创建科技透光的材质和这种科技线条的材质。那么取了个名字叫 Phantom of Tech，就是科技幻影的意思，感觉很牛逼，是吧？好，那么出这个公开课的这个初衷呢，我是有很多朋友他问我做的这张图是怎么做的啊？因为这张图呢就涉及到这个科技线条的这个材质，还有它的渲染，所以我就想，那我干脆就做一个系列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呢，包含了我大部分时间创建科技线条的几种办法，然后在这个市面上呢也没有一个集中讲解科技线条制作的这个教程，所以我就干脆，那我在 Momento 上我就录一个这样的课，来给大家来免费学习。然后呢，这个会有大概4个案例，就是4种不同的制作科技线条和这种透光感的这个办法。然后这个课程的程度仅仅是讲解这些技巧不会讲特别深的这个美学原理。其实做这个科技线条是可以有一套专门的美学原理的但是由于这个课属于公开课，又不能讲得太深了，太深的话这课录不完了。然后呢，需要有 CCD 技术的朋友才能观看。那么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概念，这个科技线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我们在这个设计界里面就突然多了一个这样子科技线条的这样子的设计的感觉？那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呢？据我的调研因为我也是在刚入行的时候就对这些科技线条特别感兴趣。然后我是从哪里看到的？我是从钢铁侠的电影里看到的。钢铁侠电影的话，它就有这样子的线条然后这种透光的这样子的效果像这样子的界面是吧，都是透光的，有这种科技感的这种效果。那么当时调研呢，这种东西叫 HUD， 叫 Head Up Display， 或者你简读叫 HUD。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在国外好莱坞电影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门类，就是说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里面他们需要动态设计师专门去设计这样子的 HUD， 这样子的界面来放到电影里面比如说有钢铁侠里面的这样子的界面，还有这样子的悬空的这样子的界面，是吧？所以这个概念呢，对我了解而言，可能是从好莱坞电影里面来的在国内非常非常少，所以可能也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HUD 是吧？但是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这些东西，但是不知道叫什么。不说别的，我觉得这样子的科技线条它非常的美因为它不是属于像写实的渲染，它是非常强调你的画面的构成，点线面的构成非常具有设计性而且它的颜色非常有这种霓虹的感觉像霓虹灯一样的感觉。所以像 HUD 的设计呢，非常考验你个人的设计能力虽然我接下来会给大家教大概4个制作的技巧，而更多的呢是要拼你的这个最终的审美好，我废不多说，那么接下来进入第一个制作办法。好，我们第一个制作办法呢，就是来尝试来用这种 X 光的感觉来做出这种科技感和这种透光感。好，然后我拿了光环这个游戏里面的一把手枪，我也是光环死忠粉就拿了它的这个模型来进行一个测试那么这个思路呢，用的是玻璃材质，然后玻璃材质上的反射非常有意思。那么把这个反射的材质把它加上去以后，就形成这种五颜六色的感觉。然后你再克隆一些点，克隆到上面就完成了这样子的设计。接下来我们打个 CD， 我们来看看是如何制作的。好，我们来到我们的老伙计 CCD。我现在有把手枪在我的这个界面里面。然后你要做之前呢，你需要把你的这个渲染模式改成 Path Tracing。然后它的sample呢改成2000，其他改成8就好了，这样会稍微渲染快一点。好，如果你发现你渲染出来不是黑的，那么你可以加一个 Octane 的环境，然后把这个环境呢亮度改为0，那它就变成黑的了我们第一步先把环境搞黑，我们把一个模型载入到里面，有把枪。接下来呢我们就做很好玩的事了。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玻璃材质，把它变成玻璃。好，那么 Octane 的玻璃呢就是用 Specular 就好了。那么它就变成玻璃了。那你发现你渲染的时候，发现还是一片黑，是因为没有光源。因为像刚才这种 X 光的这样子的东西它就需要很有趣的这个光源。那么我们该怎么创建这个光源呢？我把摄像机解锁，我们在这个物体放一个球，那么我把这个球稍微放大一点，淹没我的这个摄像机。好，然后再进入摄像机。就发现我们现在有一个球形的环境，是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球上一些发光材质啊，比如说，好，我们选择 diffuse 模式以后，找到 emission 就是发光，然后点 black body emission， 或者你点这个都可以啊。好，点进去以后，然后把 surface brightness 打上勾，这样的话它就会依据你的表面积的大小而计算发光的大小，这样的话就比较真。然后呢，你点渲染，发现还是一片黑，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球体的内部，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打上勾，这样的话它内部也会发光啊，这样就对了。如果你用了 3.07 的话，没有这个 double sided， 那么你就需要把这个球给吸掉，然后选中它的所有的面，然后右击 reverse normals， 这样的话它 normal 就反过来了，那么它发光的面就是对的。好，那这是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我们有发光了以后，哎，这个玻璃材质就形成一些这样子的结构，对吧？就非常有趣。但是我们是需要靠反射来产生一些这样子有趣的结构的。那么我们把这个材质把它换一下，发光的材质，我们找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材质。那么这个材质我们该贴什么材质呢？我们贴一种这样子的材质，就是这样子，全都是光点点的这种材质啊。我也是网上随便下了一个这样子的光点点的图，你把它加入进去。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发光的这个 diffuse 关掉，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纯发光。可以看到，哎，加这个材质以后，可以看到你的玻璃就反射了周围这个球的这个颜色了啊，非常好看。我们把这个亮度减低一点，比如说95，哎，就非常多这样的细节了，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把背景的这个球给隐藏掉，右击选择 Octane Object Tag， 然后呢，我们找到 Visibility， 然后把 Camera Visibility 就是摄像机的这个可见度把它关了啊，那么就只有这个枪了，背景这个就看不见了。哎，这第一步，我们看到就这个反射形成了特别多有趣的这样的结构。好，那么接下来一步呢，把它变得更加有趣。我们找到这个玻璃材质的 dispersion 呢，把它调高一点，这样的话就会形成玻璃上的色散。看到这就会色散出一些黄色、蓝色出来。你把再调高一点，色散就会更明显，看到吗？这样子，你加这个色散会让你的画面的细节变得更多。好，加色散以后呢，我们再把 index 稍微调低一点，因为现在 index 太高啊，就感觉这个是特别厚的玻璃，而没有那种像 hard 这样子的界面的这样子的线条感了。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 index 把它调低。诶，比如说我调到非常低，只有 1.05， 你看到这样的话就形成这样子的，诶，像线条感的东西啊，就比较柔和一点。那么玻璃上的设置就完成了啊，我们有一个背景能反射出非常有趣的发光的结构，反射到这个玻璃上了啊。当然，你觉得这样子不好看，你可以非常轻易的直接找到这个球体的这个材质，然后调整它的 offset 就好了。这样的可以轻易的改变它的反射的位置。对，像这里可以改啊，你可以找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位置啊，我还是用它原来的位置就好了。好，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细节的操作。那么这个细节操作呢，就是需要你的这个在你这个边缘上形成非常锐利的高光。现在我们的高光边缘上都没有高光，就看不清这个物体的结构。像这种 hard 界面的话，它的这个边缘都是非常锐利的，就像有线条一样的。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要线条的，是不是我就把这个模型的线条把它全部取出来，然后把这个线条上一个发光材质，把这线条那么就线条，对吧？啊，这是一个办法，但是呢，这个线条之间会互相穿插，然后就是前面的线条跟背景的线条会穿插在一起，画面就会很模糊。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有一个调节办法来制作呢？我们可以使用 Octane 里面的 Dirt 节点。那么 Dirt 节点的作用呢，就是能识别它的边缘啊。那么我们把它的边缘用一些发光材质把它上去，那么不就形成这样子线条吗？对吧？好，那我们新建一个 Mix 材质。我们把这个玻璃材质先放到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放什么材质呢？第二个呢，我先随便创建一个材质，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那么把这个材质呢，先把它改成发光的，打上这个勾。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创建这个发光材质丢到第二个，然后我们点这个，我们直接用 Dirt 节点，我们找到 60 Octane， 找到 Dirt 节点。
然后把 dirt 截成这个 invert normal 勾打上。我们把这个 mix 丢到这个枪这里，哎，可以看到 dirt 结就起作用了。可以看到它在边缘上就形成了这样子的高光，就是我刚才上的这个材质。当然，你不打 invert normal， 它就会在内部形成这样子的高光啊。我一般喜欢勾上，这样的话它是边缘形成高光。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高光强度把它调高，把这些都调高。然后把这个高光的这个地方 radiance 就是它的半径减弱，这样的话它的线条就变得很细，减弱，哎，可以看到这样子就形成了我们想要的勾边了，对吧？想要的这种线条勾边，再细一点，比较微弱啊。好，接着我们就把这个替换一下就好了，把这个材质。那这个替换什么材质呢？你就可以直接替换刚才你反射的这个发光的材质就好了啊。你可以把这个复制出来一份，然后呢，我们双击我们的 mix 材质，我们把刚才我们新建出来的跟这个反射一模一样的材质呢，把它替换刚才的那个发光材质。那么我们用这个 dirt 就形成了我们边缘的这样子的线条啊，非常好看。好，那么再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这样子的结构上克隆一些点在上面啊，把这个结构把它给点出来。那么怎么克隆点在我的模型上呢？哎，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在 Octane 的这个用 Octane Scatter 点进去。Octane Scatter 呢本身就是一个克隆的工具，只是比 CD 的克隆要更加快。然后我们克隆一些球在上面里面就好了。我们创建一个球，然后把这个球的 Render Perfect 给关掉啊，这个最好把它关掉，不然的话你有可能渲染不出来这个球。好，我们把这个球搞小一点，比如说先改为1，我把这个球塞到这个 Octane Scatter 下面，就跟我们做这个克隆一样的。然后呢，我们选择我们需要克隆在哪个物体上面，那我们选择这把枪在这里是吧？把它丢到这里 surface 上面，哎，我们就把球克隆到上面去了。当然，现在这个球还是比较大，我们把这个球的大小改一下，比如说 0.05。然后呢，我们再用一个发光材质，比如说你新建 Octane 材质，然后把它改成发光材质。把这个 surface brightness 勾一定要打上啊，不然的话，等会儿你的光的这个发光的这个亮度会有错误。对，把它丢到这个球上面，这样我们就有一些小球的结构克隆在我们的这些物体上了，看见吗？这样子的点点其实就是克隆上去的。当然，这个点还是有点大，你解下锁啊，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大。现在有点大，我们把这个球再变小一点，现在0.05还有点大了，那么0.02。哎，就一点点的细微的这样子点点在上面起一个衬托作用就好了。当然，你这个点的颜色你也可以改，现在就是白色对吧？但是我们这个作品呢，有绿的、有蓝的、有红的，你都可以选一种。比如说，我就选红的就好了，或者选蓝的吧，我选个蓝的。那我们把颜色改了，我们 RGB Spectrum， 我们把颜色改成偏蓝一点，然后把这个亮度记得降低一点，别太亮了，太亮的话就会形成非常诡异的这种高亮，所以比如说只有10，一点点就好，可能再少一点5。好，手接回来。好，我们克隆这些点在上面呢，就使我们的结构更加丰富了啊。好，那么这个一个比较简单的用这个 X 光的办法来制作这个 HUD， 那么就完成了。那么你还可以细化你的这个物体，比如说这个摄像机把它定好以后，给一个摄像机的景深，打开 Octane Camera Tag， 然后我们把摄像机的景深选到我们的枪的某一个位置上，选到这里，然后点下这个 Octane Camera Tag， 找到 Thin Lens 的这个景深，把景深的这个 Auto Focus 关掉啊，你不关的话它就会自动对焦，然后把 Aperture 把它打高一点。比如说5，那么就形成这样子的景深了。5可能还少了，就把它改成比如说10，是吧？景深感觉特别酷。然后呢，像这种 HUD 这种线条，你最好把这个Aperture Edge 打成3，这样的话你的高光这样子的就会有这种边缘出来。然后把它放大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你的这个景深边缘会有这样子的高光出来，这样的话就非常的酷啊。
然后呢，你也可以把景深的这个这个弧度，它是默认是1，这样的话它就会形成圆形的景深。你把这个1改为0，那它就会形成默认是6边形啊，这个是默认是6边形的景深。我比较喜欢六边形的，所以我就改成六边形了啊。我们就等它渲染完，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 camera 这个 imager， 你可以打勾，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电影质感的预设，让它有一些有一些质感。然后呢，你还可以在 post processing 打上勾，给它一点发光，是吧？那么这个就完成了。所以它的技术点呢，也就是这些。好，然后当然你可以修改这个发光的位置，这个反射，你可以转一下发光的位置，改一个其他的角度，你喜欢的，是吧？然后一定要控制一下它的发光的亮度，因为像背景这个球如果太亮的话就会很爆，所以你要把这个亮度可以简单调一下。那么这后续都是自己发挥的过程，比如改2.5，稍微别那么亮都是自己发挥的过程。而且你还可以把这个枪替换成其他的模型，那么它又出来另外一种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也把这样子光环游戏里面的这把冲锋枪，好，我把它复制到我们的这个作品里，复制一下。当然我把它材质全删了，我不需要它任何材质。好，我们把它对齐到我们的这个物体下方，然后归一下位，然后把它放大一下，现在比较小。好，同样的，那么呢，我们只需要上这个材质上方就好了，就替换了一下，是吧？把这个材质直接放上去就好了。然后呢，克隆的这个物体把它替换一下。渲染一下，我们这把枪也有同样的这个效果了。当然，你换了材质以后呀，或者换了这个模型你换了模型以后，一定要进行重新的调试因为有时候这个反射可能会根据你的模型进行改变，是吧？像这样的话，比如说我把这个反射的位置可以改然后把景深先关掉。然后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反射，选个你比较喜欢的，然后感觉这个反射比较亮，是吧？把这个亮度再减弱一点，比如说只有1。这样也是特别酷的，对吧？我就换了一个模型，然后它也能形成非常有趣的这样子的结构把这个改为0。你还可以加景深，是吧？我现在感觉我就不需要加景深了，也是特别酷的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发散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学会了这套技巧你可以替换里面的其他的这个模型，然后你就可以做一套图出来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的技术点那么这一个材质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用了一个我们的玻璃材质，然后呢，我们用一个 dirt 来混合了一个发光的材质那么这个发光材质呢，就是咱们跟背景这个反射材质是一样的这样的与这个节点方式给大家看一下，就比较明显一些然后还有趣的就是说，可能大家会觉得，那我该怎么去找这样子的发光材质呢？我怎么样去找这样子的反射材质？那么我这个材质呢，其实你可以直接在这个谷歌上搜 camera bokeh。bokeh 呢就是摄像机的这个景深的光斑效果。你搜的话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光点点的这样子的图比如说第一个，它就本来就五颜六色的颜色，还有很多结构，你把它直接下载下来，然后呢，我直接把这个材质替换一下。当然，你替换这个材质的时候，也要同时替换你的背景的这个发光材质。那么我们可以把两个材质用同一个材质。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是背景那个球的材质，这个呢是我们的枪的材质。我们其实用的都是同一个这样子的发光的贴图。我们把这个贴图呢，我们可以用同一个贴图来做就好了。我们把一个删掉就好了。同一个。那我们直接最终替换这一个材质，那么导致它的枪表
表面的这个线条也会变，它的背景的反射也会变，这样就方便多了。哎，那么把刚才我们下载好的刚才那个 Boken 这里把它载入到里面。好，我调好了，我们载入渲染看一下。哎，就有非常有趣的不一样的效果了。当然，同样的你载入了进去以后，你要去简单的去调整一下它的这个位置啊，调整到你比较满意的这样子的位置就好了啊。哎，可以看到它有这样子的非常多的层次。当然，你还可以换不同的颜色的，所以这个玩法就特别多。除了搜 Boken 呢，你可以搜那种霓虹灯啊 ，Neon City 霓虹灯的材质啊，这种的霓虹灯它颜色本来就特别丰富。比如说随便找一个，比如说我找它，然后我把这个直接一替换，哇，颜色特别丰富，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千变万化啊，不仅可以换模型，而且换这个发光贴图以后呢，它的变化也特别多，所以大家放心玩吧，玩出自己的效果，排成一列，发到 Behance 上首页，是不是？开玩笑啊，大家。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玩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多玩几组，把它排成一套图出来啊。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作品的原图是从哪来的啊。当时呢是看到这位朋友 Alex 的作品受到启发，他的这个估计看上去也是用同样的办法来做的。哎，我觉得他这套就是做的特别特别细了，然后他把里面的内部结构也做出来，特别特别细啊。我上课演示的这个呢，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制作过程啊，它这个就非常细。好啊，我也会把这个作者的原地址把它附到下方，大家可以欢迎去查看他的作品。哎，那么这就是第一个案例，用 X 光来做这种比较科技感的效果。我们第一个案例呢是用玻璃材质和 Dirt 来构建这个比较明显的科技感。那么我们第二个案例呢，我们就来尝试制作这种科技线条。那么这个科技线条呢，也是很多朋友来问我的，曾老师，你这个科技线条是怎么做的啊？像这种很细的光斑又是怎么形成的呀？是吧？接下来，那么这个案例呢，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了我们老伙计 CCD 这个开始的这个设置都跟刚才那个案例是一模一样的啊，包括这个 path tracing 画面变黑，这不多说了。然后呢，我们要做科线的话，一般有几种办法，最快的办法就是用 Xparticle 这个插件。那么今天呢，我用 Xparticle 来简单演示一下如何做出像这种非常错综复杂的这种网格效果。那么首先我们需要载入一个 Xparticle 的这个发射器。好，可以看到它发射器它默认发射出特别多的粒子，而我们需要的呢，只要它发射一束粒子就好了，就跟开枪呢，啪，只打出一粒就好了，而不需要连续发射。那我们就需要找到它的这个emission 发射里面，把这个 rate 模式改成 shot， 那它就只发射一次。你改成以后呢，它就会只打一次出来，啪，是吧？好，当它这个粒子数有点多，我们只要100就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用 Xparticle 里面自带的一个效果器，在这个 modifier 有个 motion 里面有一个叫 XP network， 也就是说它能让这个粒子像这个网格一样的行走我们点一下。然后呢，如果我们播放的话，看不太出来因为没有轨迹，所以我们需要在 Xparticle 给它加个轨迹。那么在 Xparticle 里面有一个 XP trail， 就是 XP 的这个轨迹，你点一下那么呢，它就会有形成这样子的轨迹出来了。那么这个错综复杂的这个线条呢，就已经这样子形成出来了，非常快，非常简单，对不对？当然，如果你要做细的话那可能要分很多组来做了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错综复杂的线条，它默认情况下甚至有点呆。怎么叫呆呢？我把摄像机转到这个角度来看，它这里一片，这里一片，就感觉它是一种层次没那么多的这样子的线条。如果你想把层次再变多点呢，你可以把这个 XP 的发射的这个速度让它随机一点，它的速度现在每一个粒子都是150，你可以把它随机打开，这里稍微让它随机一点它就会稍微随机一点就没有刚才那么呆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永远都会在一个平面上，就是你看像它中心的这个平面就感觉布满了粒子，就感觉是一个大片不是特别好看。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还算 OK。好，我们生成一些粒子，先这样把摄像机把它放在这里你比如说你新建摄像机以后，一定要把摄像机的毫米数把它设置高一点，比如说80或者135，
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摄像机的畸变。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给它上一个发光材质就好了。好，我建议呢，大家把这个线条把它实体化，不用这个 Octane 的这个线条，因为你用 Octane 线条了，我试过很多次，就是上这个材质的时候总会有些 bug 啊，所以我就把这个实体化。那怎么把它实体化呢？我们找到Sweep， 按下 Alt 键，那么它就直接作为它的子集了。然后找到一个图形，比如说方块或者是 N side， 搞方块也行，按住 Shift 键松，那么它就直接到下面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搞小一点，比如说只有1，然后1可能太粗了，比如说0.1非常细的线条。好，接下来我们只要在线条这里上材质，就能形成我们的那种科技感的感觉了。那么这科技感的感觉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新建一个普通的发光材质 ，Diffuse， 发光跟上次一样的，然后把这个勾打上，丢到这个材质里来。好，我们渲染一下。那它理所当然的就是全都是发光的线条。我们想的科技感就是说，它线条之间是一段有细节，然后又没有，有细又没有，然后颜色很丰富。那么我们可以当然有些朋友就说，哎，那可以啊，那我克隆一些球在上面，让这些球显得五颜六色，是吧？或者有个更讨巧的办法，就是这样子。首先我们找到它的 opacity， 就是透明度。我在透明度上面上一个非常有趣的材质，什么材质呢？可以看到我这里有非常多的窗户材质。那我们需要给它上什么材质？给它上一个这样子的材质，这样子的夜景啊。可能有朋友觉得，哎，你这个线条上个夜景干嘛呀？完全是两个不搭的东西，感觉上得起干嘛呢？我们要透过表面看本质，因为夜景它就是一些点、一些颜色信息，然后其他都是黑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夜景上在透明度上的话，那岂不就是形成这样子的很多不同层次的这样子的结构吗？那我们直接把它加进去。可以看到，它这个材质球上就形成很多这样子块状结构了。好，但是在这个渲染窗口显示的它不是很明显，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调成 cubic，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这样子结构了有这样子细的，然后又有这样子的一点点细的。好，我们把这个 tiles 给调高一点，比如说3，这样子就形成我们这样子的非常细的科技线条的结构了。当然，你可以再把它变细一点，比如说55。好，除开形成这样子的非常丰富细节的这样子结构呢，你还可以把这个伽马调高一点，就是对比度搭高一点，那么它就会就只有这样子的缝隙了，是吧？当然，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有点平铺，是吧？就是很多重复的感觉。那没关系，你把这个默认是1，那你就用1就好了，或者把它再减弱一点。可以看到这样子有高亮，然后又没有高亮，这样子非常丰富细节结构。接下来呢，我们就再进一步把它颜色细节化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找到 emission。那么我们找一张颜色丰富的发光贴图就好了。同样的，你可以用上节课的这个反射贴图，因为上节课的这个反射贴图本身就颜色很丰富。比如上节课我找到霓虹灯这张图，把它贴进去，那么它就颜色丰富的霓虹灯的信息了，是吧？颜色特别多，当然你这个亮度可以要稍微调一下，比如说30，是霓虹灯的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可以再换一下，比如说刚才不是还找了这样子的吗？我建议如果是我们做这种科技线条我们找的这个贴图一定要是画面里全都是有颜色的，不要有这种黑色空隙的。像这张的话就不太好，它有黑色空隙。好，我们再找一张其他的，随便找一张这种图就绿色的，我们就用这个绿色的好吧？好，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加景深，这样的话使你画面结构非常层次非常多。好，我们把摄像机同样的右击新建 Octane Tag， 我们找到 Scene Length， 把这个 Autofocus 关掉，然后我们对焦到一个位置，比如说这里，然后我们把景深打开，比如说5，好，5还小了，10。景深，然后再对一下，加景深以后，它就有非常强的这样子的科技感了
就非常有强的这种层次感，对吧？有这个高亮的，对吧？然后你加了这个景深以后呢，一定要记住把这个打开，就是 Aperture Edge，就是我上期也说了，比如说你改成3，然后我喜欢用这个6边形，所以把这个Roundness 把它改为0。这样可以看到有非常高亮边缘的这个光斑就形成了，而且都是6边形的。这样的话细节就变得特别多了。好，比如说我刚才不是选了一张这个夜景图吗？你也可以换其他的夜景图，比如说这张夜景图的话更加的细啊，我们试一下。那它的细节会又变得更多了。看它的层次细节又会变得更加多，所以我每次就用这个夜景图来制作这个科技线条啊，这是我每次用的一个办法。当然，你可以把这个颜色也可以换，所以科技线条这个玩法也是蛮多的，像上节课变化特别多。比如说我再随便载入张图，比如载入我自己做的啊，都会有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图，都每次效果都不一样啊，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比如说我给苹果做的这张图载入进去，它颜色系列也特别多，有这种深蓝的，有这种浅蓝的，还有紫色，这种颜色的信息就特别多。当然，咱们不是粒子吗？粒子不是有个顶部是个粒子吗？我们会把这个粒子实体化。同样的，怎么实体化粒子呢？我们右击这个粒子的发射器，然后我们找到 Object Tag， 我们找到这个 Particle Rendering， 就是粒子渲染，然后把这个打成物体 Geometry， 可以看它默认就形成一个球了。但是我可以自己操纵它，比如说我新建一个球，我们把这个 Render Perfect 改为去掉，然后把它改小一点1，然后把这个放到这个 Particle 这里。好，那么这些粒子都会用这个球来代替。那么可以新建一个发光材质。好，我们选个发光，可以看到这粒子就发光，对吧？当然粒子还有点大，我们把这粒子呢搞小一点，现在是1，我们改成0.1，也可能0.002吧。看到这里有一些高亮的点，这样的话使你的画面细节变得更多了。那这高亮的点呢，颜色当然可以改，是吧？那么我还是比如说改成绿色，好，亮度减低一点，比如说只有20，或者是看到我们就有绿色这样的细节了，这也是再增加细节的一个办法。那可能有朋友就问了，那我想要这些粒子在上面进行流动怎么办呢？让这个光斑是流动的，那怎么操作呢？有个非常简单的制作方式，直接到这个 Sweep 里面，你直接 K 这个拼泥就好了，这个材质的。当然你这个 K 的这个位置一定要跟你的这个运动方式比较接近就好。比如说你 K 的这个横向运动的，看是不是对的，如果不对的话，你就 K 纵向运动。要我的话，我感觉纵向运动是对的我简单看了一下，纵向运动是对的。好，比如说这里一开始0，然后呢到100的样子变成100不一定变成100，就是你随便输一个数字也好，比如说60吧，60可能慢一点。然后打开这个动画窗格，按住 Shift 加 F3，选中这里的所有关键帧，把关键帧呢改成这个线性那么就会有这样子的流动的动画了当然我是要渲染完才会有这个流动动画，大家可以就直接 K 这个 Offset 就能做出这个流动动画出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在做所有科技线条里面最快而且最方便的办法这就教给大家了，大家可以自行去玩一些比较科技感的效果出来。好，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是用的是 Xparticle 来制作的，那接下来的几个案例呢，我将会沿用 Xparticle 来把它这个线条的变化变得更加丰富。刚才那个案例呢，仅仅只是一些线条，它没有形成物体
而我最开始第一个案例呢，本身就是在物体上进行一个科技感的制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使用我们的线条能形成我们想要的物体呢？如果物体上有这些比较有趣的结构，那会不会更酷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在同样的用 Xparticle 来在物体上形成我们的这样子的有趣的科技感线条结构。好，还是回到刚才这个 Xparticle 的工程，我们不去动它。好。我们接下来只需要把这个线条的这个移动轨迹啊，能让它这个物体表面上跑就好了。这样的话，它就能在跑的过程中能把物体进行勾边，然后正好就把物体都给勾边出来了，这样就形成我们的物体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sweep 先把它关掉，不然会很卡。然后呢，我们把 network 把它删掉，因为我们不是用这个网格的方式行走了啊，删掉。好，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载入一个模型。好，我刚才就载入了一个士官长的头盔啊，然后呢，我把头盔材质先全删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在粒子在头盔上进行流动就好了。那该怎么做呢？首先我把头盔给隐藏，我们把粒子的发射改成它默认是这个。在这个平面上发射，我们把它改成在物体上发射。我们找到 Object， 把刚才我们的头盔呢放到这个物体这里。好，如果它发射的话，那它就直接发出去，对吧？在那个以头盔作为表面发射出去了。好，但是我们想要的是它能在这个头盔表面上进行游走，那该怎么办呢？在这个好像是 2.5 以上的版本的这个 Xparticle， 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效果器，在 Motion 里面。有一个叫 XP Follow Surface， 也就是说它会让这个粒子啊沿着某个物体表面上进行游走，我觉得蛮酷的，点一下。好，那么粒子按照哪个物体游走呢？那就是这个头盔，把这头盔呢丢到这个下面就好了。那么这个粒子呢就会在这个头盔上进行游走了。好，我们把头盔把它关一下，看到它就像形成了这样子的头盔的效果了，是吧？还是特别有趣的。当然，你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粒子的这个行为，因为现在它这个运动太快啊，导致它的这些线条都太直了。我们需要感觉让它这样子坑坑洼洼的，有这样子慢慢的细的结构。那我们就把它速度把它减弱一点，找到粒子。它现在的速度呢，我们是150，感觉太快了，改成50吧。然后让粒子的速度随机一点啊，我也把随机度改成50了，我们它会稍微慢一点啊，这样的会慢慢的形成。这上面的结构会多一点，当然50可能还有点快了，你可以改成30，是吧？这个就看它形成的结构了。好，假设先这样啊，我们现在形成一个大致简单的结构，我们渲染看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 sweep nopes 把勾打上，这样的话它就形成实体了。好，然后把景深先把它关了啊，先不用景深，先看效果。看到这样子的粒子呢，就形成了我们的这个物体了啊，特别酷。同样的，我们这个贴图什么的，还是按刚才第2节课教的这个贴图的办法，用的是那个一个窗户，一个那种夜景的城市，把这个做出的细节是吧？还上了一个颜色丰富的一张图，把这个光做出来了啊。那么可能会有朋友觉得，这样子的结构可能还不是特别好看，那我们怎么把它变得更加好看一点呢？现在这个结构，好，我们把这个 sweep 先把它关掉。现在它这个发射的方式啊，它就是直接在上面游走啊。而我想的是，它游走一阵子的时候，这个粒子它分裂成2个，再继续游走，分裂的再去分裂，再分裂，就像细胞般的分裂。这样的话，它会在边缘上形成很多线条，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边缘结构就变得更加细了。那这样该怎么操作呢？我们在 Xparticle 里面，我们要分裂的话，好像要在3.0版本上才有。我们找到 Generator 里面有个 XP Branch， 它就是会让粒子啊在某段时间分裂成2个，2个分成4个，4个分裂成8个，慢慢分裂。我们载入以后，如果你就载入了，它不会有效果的哦。你载入以后，你一定要在这个 branching 这里点 Add Branch Object。你每
按一次，它意思是说分裂一个啊，按一次，好，它加了一个这个小的下来了，我粒子每隔5帧就分裂出一个出来，分裂，你看它以特别快的速度就形成了我们的物体了啊！刚才我们形成整个物体可能要到200帧，它这里在80帧就已经完成形成物体了，而且它在边缘上看到这个边缘会形成特别多的线条，就能很细的把我们的边缘给勾边出来了啊！所以这是个非常讨巧的办法，就用它。如果你不用它，我们再对比看一下，很慢。然后呢，在边缘上没有那么厚的线条啊，把这个打开啊，再看一下，非常快，然后在边缘上形成非常厚的线条了，而且好，我们再渲染看一下啊，一定要把这个 sweep 勾打上啊，看这样的话就非常细的结构。非常细的结构，这样我觉得会非常酷。好，刚才不是我们生成这个粒子吗？我们把粒子可以稍微再缩小一点，0.1吧。0.1感觉还有点多，我们可以再新建一份出来，把这个新建的把它放到我们这个粒子下方，然后把这个稍微缩小一点。那我们上面的点呢，就会有大一点的点和小一点的点，是吧？0.05啊，就有些大有小，层次会多一点。啊，这样的话就非常有趣的把我们的这个物体，以这种线条的方式勾边出来了。哦，这个 branch 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记住，因为它会在边缘形成非常多的线条，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结构非常明显。当你形成这样子的物体结构以后呢，啊，你开始慢慢细化啊。比如说，我首先把粒子都关了，因为有点卡，我先把粒子关了。细化这个材质，首先它这个材质是一个我们用的这个夜景图来进行分割的，是吧？那么把这个夜景图呢，可能再把它做细一点，怎么样？好，我们找到这个线条的这个方式，这个平铺方式。哦，我首先把这个动画给关了。刚才我们做了个动画，比如说让它平铺多点，比如说22，它有平铺会多点，这样的话结构会更细，是吧？会有这样子的非常酷的结构。我平铺搞细以后呢，我们还可以换颜色啊，比如说不喜欢这个颜色啊，比如说我选一张这种随便什么夜景，有这种绿色的，放一下试一下，哎，或者我们选一下，比如说我做的图啊，选自己做的图当材质可以，这是我做的。比如说我之前做的这张图，把它作为材质，作为颜色材质，看到还不错。然后呢，我把这个，把它减弱一点颜色，啊，把亮度减弱一点。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的亮度越弱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边缘的线条非常多啊，线条非常多的话，它就会形成这样子的高光区域，而你内部没有叠特别多的，它就会没那么亮啊，所以你这个亮度要控制一下。比如说我再减弱点，比如说只有5，这样就有点像那种感觉了，是吧？我就感觉很不错。然后呢，我再把刚才的这个粒子打开，刻录些粒子在这里。现在感觉粒子有点多啊，粒子有点多啊，然后可能把粒子搞小一点再啊，0.01感觉还大了，0.02吧，0.02，就有一点点感觉好了，好，感觉特别的结构特别多。然后同样的，你可以加个山泥景深，是吧？哎，随便加到这里，那么景深打开啊，景深这个操作还是同样的，我就不重复了啊。比如说改成5，包括景深的位置，你对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啊，比如说对在这个边缘处，是吧？
当然，你还可以把这个发光给打开啊。我之前都没有打开发光啊，你这个可以自行的去把它打开，把它发点光。同样的，你这个模型是可以替换的，替换成不同的模型呢，按照同样的办法啊进行微调一下，是吧？又可以做出一种新的图出来。啊，现在这个粒子感觉有点多，密密麻麻的啊，可以减少一下粒子数量啊。它这个啊，可以把它数量减弱一点，比如说不是100啊，是吧？把粒子减少一点啊。好，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能让粒子在物体表面上进行行走，形成比较有趣的科技感的效果。我感觉粒子有点多啊，把粒子关了吧，美学上不好看啊，没有粒子就这样，这样就可以了。好，我还想继续玩一下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可以把它改成正面，是吧？士官长比较威风，是吧？改成正面。景深对一下，我觉得像这种科技感效果、科技感结构啊，可以做出特别多有趣的设计出来。而且因为它的这个东西它不是写实的，非常具有强的设计性。好，那么是这个案例。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讲另外一个制作科技感的办法啊，因为我们总共呢是4个案例。我还想继续再玩一下，我把这个加一个这个滤镜试一下，加一个这个电影滤镜啊，看这感觉很酷，对比度变高了一点，是吧？不玩了，好，继续下一个案例。好，我们来到我们最后一个案例。那么最后一个案例的制作方式呢，视觉上看上去好像跟上面这个差不太多，但是又有点不一样。那么这个呢是不需要用任何插件，不需要用 Xparticle，就用 City 自带的内容就能制作出来。那么这个办法是在物体表面上贴一个有趣的材质，然后我们再把它线条提取出来啊。我们来接下来看看这个效果是怎么制作的。好的，我们再次来到我们老伙计 CCD。我现在有一个士官长的全身的模型啊，然后呢，在这个案例呢，我们不会用任何插件啊。首先，我们还是要把它的表面做出一些科技感的结构出来。那该怎么做呢？同样的，你可以直接复制刚才你的那个线条的材质，丢到这个模型上，把它试一下啊。我们刚才是一个，刚才我们是做这个。线条的，我们把这个线条的这个材质直接复制过来，我们替换到士官长的材质上面，我们看一下会形成什么效果。发现替换了也挺有趣的，就直接形成了细节非常丰富的结构了，啥都不要搞，直接丢一个刚才那个材质丢进来就完了。如果还有朋友忘记这个材质怎么上的话，我再提醒一下。首先，这个透明度上一张这样子的夜景贴图，像这种夜景贴图呢，你直接在这个网上或者 textures.com 上面直接搜 Night City 这个英文单词，就能直接搜出来，特别多，直接贴就很多这样子结构出来了，看到结构特别细。我觉得贴到模型上才能真正展示你贴了这个夜景贴图的威力啊！因为它这个细节真是蛮多，因为这其实都是楼房那个窗户，看见吗？它就很多这种细节出来了。好，我们有了这些内部的这些细节结构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它的边缘的勾边，因为它没有很明显的这样子的框架，是吧？它只有一个内部的这些东西。像我们的第1堂课的案例呢，我们用那个 dirt 的那个节点办法，把这个边缘做了一些线条出来。那么在这个案例呢，我们也可以用 dirt 的办法。好，那么该怎么弄呢？同样的，我们这个我就打开节点变器，让大家看得更加明白一点。好，我们新建一个 mix 材质，把这个作为第一个。然后呢，我们可以就用先用一个普通的材质，比如说这个材质呢，就仅仅是一个发光材质。就是个发光材质，然后呢，把它混合一下。
然后我们同样的，我们找到 dirt 节点 generator dirt， 好，作为混合方式。然后把 dirt 呢选择 inverse normal 啊，把这些都调高一点，先把它调大，让效果更明显。好，我们把它替换一下。啊，那么就有这些线条了。啊，一旦记住你的这个地方的 projection 要改成 cubic 啊，它默认是 UVW 啊，我这里默认是给了2的这个频谱。啊，我同样的把 dirt 呢缩小，我觉得还要小点，非常细的。先看到给了非常细腻的这个 dirt 效果，哇，感觉特别的像那种，哎，简笔那种素描的感觉，感觉还是蛮酷的。怎么做出阿维的效果出来了？是乱搞乱发财，这个在这里。好，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线条的颜色把它改下就好了。同样的，我们可以上一个颜色的贴图，比如说就上这一张一样的，上上面，哎，它就有颜色了，哇，那么这样细节就变得更多了，是吧？这个办法呢，就是跟第一节课案例是一模一样的。啊，好，我们用 dirt 呢增加了这个细节以后呢，我们还可以怎么增加细节呢？我们还可以增加的办法就是我们把线条给提取出来。我们怎么提取这个物体的线条呢？我先把这个暂停一下。我们选中这个物体，选择这个线模式，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再按 A 选中所有的线。我把线条提取出来呢，我们按住 Shift 加 F12，把这个 Customize Commands 调出来，然后我们输入英文 Edge to Spline， 就是说边缘变成线条，你把这个可以拼到这个上面，是吧？我已经拼到上面了，好，我拼到这里，你点一下，哎，那么这下面就出来一个线，那么这个线呢，就是刚才的，哎，这个士官长的这个纹路线了。好，有这个线以后呢，我们的确可以用这个 Sweep NURBS 把它实体化，但是你实体化以后非常卡，就建议不这样操作，你直接用 CD 这个 Octane 的 Object Tag。把这个 Hair 打开就好了。啊，虽然说等会儿上材质会有点 bug， 但是以这个方式是我觉得是最节约资源的。现在这个情况，然后再把士官长的模型打开。好，我们现在有模型的这个边缘的线，然后呢还有士官长它本身的本体模型，我们渲染看一下。啊，可以看到它这线呢把这个物体给遮住了，这效果还蛮有意思的。我可，当然，你这个线的材质你就可以自己想怎么上怎么上了。比如说，你也可以上这个本身就是发光线条的材质，你丢一下，发现它现在比较粗，然后炫的比较慢，是吧？这边粗炫的比较慢。然后我建议呢，你把这个线条啊稍微放大一点点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秘技，因为你不放大，你看到，哎，它这个线条跟你这个物体完全重合，会有点奇怪。我就需要这个线条跟这物体稍微粗那么一点点，那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你先把这个坐标归零，然后呢稍微放大一点点，让它有一点点这个错位。好，然后呢我们可以新建一份这个物体出来啊，把它放到这里，因为新建出来嘛是需要把它单独调色，单独把它亮度调低一点，亮度太高了，0.1。然后呢这个线肯定就粗了，它默认是给的1，对吧？我们改为0.1，这里也改小一点。好，可以看到这形成这样子线条出来了，这还是0.1的这个亮度还是有点亮，那改成0.05吧。好，这样呢，我觉得就又增加一层细节，增加外面这个实体的这个线条细节。我觉得这样稍微让它错位一下，让这个线稍微放大一点点，这样稍微有点错位感，我觉得会更酷一点。就不要全都是对的很准的啊，就没有那种随机感了。这物体这个线条就没有那么放松啊，这样就有点像那钢铁侠的内部解剖的感觉的，现在这个样子啊，亮度可能有点再还高了，就改低一点，一定要控制这个亮度啊。像这个内部的亮度也要稍微再控制一下，默认是给的5，我们改成1吧。1有点少了，感觉边缘这个线亮度还是蛮高的，再把它减低一点，我0.02还高，0.01吧。然后
这样差不多。好，那么我还可以加细节的办法，就是说你可以克隆一些球，克隆一些粒子在上面，克隆在上面是吧？那么这个接下来我就不做了，因为克隆的话大家都会用那个 scatter 就好了，就是我第一节课讲的 scatter， 分布一些点在上面啊就好了。我觉得现在这样子是非常酷了啊，非常像那个钢铁侠电影里面的那个感觉了。当然你还可以加景深什么的，是吧？把它变得更加的像电影感一点，是吧？把景深把它对一下啊，发光减弱一点啊，把景深开高，比如说10。我电脑渲染的还有点慢啊，景深肯定太高了啊，改成5就可以。这个因人而异了啊，你就自己拿着这个模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度去渲染就好了啊，因为这个结构已经做出来了，这么多的细节是吧？对着手看一下啊，你看看里面的这些结构特别多。好，那么这就是这个案例喽。好。本次呢，我就讲解了四种啊，可以做出一些比较科技感的一些办法。当然还有更多种做出科技办法，但是本质上呢都是这样子的套路。第一，把线条做细，是吧？做这种有结构感的，然后它的这个内部呢做一些科技感的结构，把两者之间进行叠加，然后最外层呢，然后再叠一层粒子，一些点点就好了。一般都这个套路。好，感觉这可以做动画了，摄像机推一下，是吧？搞一些不同游戏的模型，或者都是光环的模型，或者另外一个游戏主题的，啊，摄像机对焦这个模型，再对焦另外一个模型，再对焦另外一个模型，然后就配一个比较舒缓的音乐啊，感觉是那种追忆啊那种感觉啊，都可以形成一个片子了啊。哇，这细节特别多，我再看一看啊。好，因为现在的这个教学做的比较快，所以它里面有些结构比较粗糙。如果你要做细的话，可能还得去修一修啊，比如说把材质可能要位移一下，因为有些地方比较碎，对吧？啊，可能花点时间修一修。不过基础点呢，就已经是在这里了。好，那么这个案例也就结束了。